2025年中产阶级真的完蛋了，因为之前经历了房产的下跌、理财产品的暴雷，还有近几年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持有重资产的失业持续下滑当中，都使得我们中产阶级非常的难过。还有这几年的公务员的降薪潮、大停电的影响，使得经济环境对我们中产阶级的影响非常之大。所以2025年的反面潮真的来了，但是经济下行之下，中国的青年失业率高居不下。中共官方数据显示，2月份非在校青年失业率上升至16.9%，连续2个月上升。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4%，达2年来最高。专家分析，中国的失业率若加上啃老族，恐怕要上到50%。另据路媒财新4月15日报道，近年失业人群中，大学本科、研究生占比持续提升，很多留学生就业也相当难。我是一名留学生，本科毕业以后，因为喜欢拍视频，中介给我推荐了爱默生学院，说这里是美国中传，在这里学习一定能帮你走上人生的快车道。于是我正式成为了一名美爷。在美国上学的日子里，我体验到了最纯正的美食文化。我去了纽约，去了迈阿密，感受到了国际化的视野。课堂上，我学习到了行业最前沿的理念，这些经历都让我相信，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不在话下。于是回国后，我投递了像字节、腾讯、小红书这样互联网大厂的岗位。我自信满满，认为我一定能够找到一份好的工作。每天早上，我都满怀期待地刷新自己的邮箱，期待着公司面试的回音。可是现实却给了我当头一棒。我递交了接近100份简历，却连一个面试的机会都没有得到。你知道现在留学生就业的这个行情有多可怕吗？就我有一个学生从曼大刚研究生毕业回来，然后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热门的那个专业，毕业回来之后大概就是有3个月的时间，从9月份回国到12月份一直在国内找工作，找那种国企、央企，还有那种500强的那种大公司做那种编程啊那种工作，一个初级的岗位，现在目前有的甚至要做什么7、8轮的那种笔试和面试。从9月到12月3个月的时间，然后他不停的在投各种各样的简历，然后还要做面试，然后行测要做好几轮，然后又什么小组讨论、小组任务，最后要进到那个终面。大概3个月的时间，他找了30几份工作，最后只有大概3个工作能让他进入最终的面试，可能最后留下来的工作也就只有1到2个了，就是非常非常严峻。这位博主表示，这名留学生的家长跟他说，孩子找工作备考的学习强度比高考还要大，甚至在曼彻斯特大学读研期间的学习强度都没有这么大过，每天晚上要熬到12点、1点钟才能够休息。家长看了非常心疼，但是也没有办法。现在在国内找工作，很多留学生的这种文凭已经就是不吃香了，因为很多留学生在找工作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极度的内卷，他们甚至要跟国内的一些985的顶尖的高校的，比如说北清、复交的学生一起找工作，这个整个就业的这个竞争压力真的非常非常大。普通留学生毕业不要回国了。这条视频是给普通家庭出国留学生看的。我做了10年的留学咨询，半年里采访了几十位留学生，目前4个500人的留学生群，眼见为实。普通家庭毕业后还是不要回国了。有同学觉得国内各种新鲜事物发展很快，不像老外做事那么呆板，看上去机会很多，生活又便利，巴不得回来大展拳脚。真的回来工作之后，才发现现实并非如此。这位博主表示，第一，海外工作经验已被用人单位当作劣势。现在国内市场各行各业发展自成一派，和国外制度工作逻辑很难一致，基本上用不到海外工作经验。第二，国内职场文化很难适应，晚上7点以后关手机，双休几乎不可能，微信24小时待命，加班工资有，但需要提审批。中国公司也完全没有个人边界感。第三，因为拼命卷，很多行业看似硬核，实则毫无逻辑，还是在尽力卷廉价劳动力拼速度的草台班子。零针起手就是买流量，搞病毒式营销，花式放券，打价格战，先卷死别人再说。最后整个生态链被彻底破坏，消费者习惯了占便宜，然后发现自己还是亏了。毕竟生态都烂了，能好得了谁呢？残酷的内卷令很多人想逃离中国的环境。另外，高压的管控也让很多人计划逃离。在北京从事影视行业的依依，
在2022年底，因为参与白纸运动受到警察的问询，他的朋友中更有人因此被拘留。从那之后，他就开始计划出国，并表示自己最终的目的是移民。在政治高压、经济发展衰退、年轻人失业率增加这些大环境下，想要逃离中国的一些留学生表示，他们感觉到中共对于出境的审查越来越收紧，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态度也越来越不友好，能离开中国的窗口期越来越短，所以只追求在短期内离境，不敢挑剔去哪个国家、上什么大学。据媒体的最新报道，法庭文件、律师声明以及全美各大学发布的公告，迄今为止，美国政府已取消了88所高校中529名学生、教职员工和研究人员的签证。目前，至少有4名被注销签证的中国留学生已对美国政府提起诉讼。他们委托的辩护律师朱可亮表示，美国近期注销签证的留学生大多来自中国，当中的歧视意味非常明显。据报，提出诉讼的这4名中国留学生分别来自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和卡内基梅隆大学。朱可亮表示，这4名中国留学生4月11日在加州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政府未经通知、听证或提供证据，仅以模糊的国家安全理由终止他们的签证身份，甚至引用已撤销的交通罚单或家庭纠纷等作为依据。美国驻华使馆官方微博14日傍晚在社交平台 X 以中文引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谈话，强调美国签证是一种特权，而不是一种权利，是留给那些让美国变得更好，而不是试图从内部摧毁美国的人的权利。卢比奥12日在福克斯新闻发表的评论表示，美国法律明确规定谁可以，谁不能入境。根据移民和国籍法，支持或宣传恐怖主义活动，或鼓动他人支持恐怖主义活动，或支持恐怖组织者，将不具获美国签证的资格。卢比奥指出，移民和国籍法同时也赋予美方撤销签证的权利。该项权利对于维护美国国家安全以及保护美国境内的国民及合法访客是至关重要的。卢比奥表示，川普政府对于安全和执行移民法的承诺是前所未有且毫无动摇的。我们期望且法律也要求所有签证持有者在签证有效期内每一天都证明自己符合资格，包括尊重美国法律，按照签证类型采取适当行为，并在停留期间都符合这些标准。他强调，签证持有者需清楚明白，美国政府严格的安全审查不会在签证核发后就结束。美国国土安全部及其他执法与安全机构会持续监控与审查相关个案。中共对美国是进行了长期的、深入的、无所不在的渗透，特别是对美国的政治领域的收买利用，让美国社会受到深刻的影响和伤害。这当中许多中国的留学生或者是学者、学人、专家充当中共的间谍及代理人，甚至包括原来中共在美国曾经有一个千人计划，就是去笼络、贿赂、收买、影响、控制这些在美国的来自中国的学人，然后让他们在美国为中共服务。而这种情况已经是持续了很多年，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参与了支持恐怖主义的活动。那么这一系列的历史上发生的事实，应该是川普当局现在正在拨乱反正，正在做出对美国国家安全的补救措施。在国安考量下，美国众议院美国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3月曾致函6所顶尖美国大学，要求4月1日前提供有关中国留学生的讯息，包括学生以前就读的大学名称、学费来源以及他们参与的研究和大学项目类型。穆勒纳尔说，中国共产党已经建立了一个有据可查的系统性管道，将研究人员安插到美国的主要机构中，让他们直接接触具有军民两用的敏感技术。他强调，美国的学生签证系统已经成为北京的特洛伊木马，
如果不加以解决，这一趋势将继续取代美国人才，损害研究诚信，并以牺牲我们为代价，助长中共的技术雄心。北京前律师、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表示，中国人当中确实有一些贼，前往美国剽窃、盗窃知识产权、学术成果，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风险。美国政府拥有国家主权，可以不给任何中国人签证，甚至可以跟中共断交，但并不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是贼。他建议中国留学生要保护好自己，尽量避免被注销签证。我觉得中国签证持有人呢，到美国以后，第一个是入乡随俗，遵纪守法，在当地不可以有作奸犯科啦、违法犯罪呀、损害美国、损害国家安全，甚至是在言论上很激进的，让美国人觉得很不爽的言论。如果在美国你要留学啦，或者是做科研啦，尽可能呢不要轻易的多次的去往返出入境，因为多次往返出入境呢，就比较容易被认为你有某种潜在的倾向。但是如果你一直待在里边不动，这个风险就会比较小。那么最后我还是觉得每一个人到了美国以后，最好呢还是能够跟美国人打成一片，跟这个国家的各种观念、各种制度比较合拍，生活和周边的人往来也比较的和谐，这样的情况下也会减少这种被取消签证的可能性。从事美国留学咨询服务18年的教育管理博士崔凯告诉美国之音，美国仍然是中国留学生的首选，但确实有攻读敏感理工科专业的学生因为国际政治等因素考虑其他国家。他服务过的山姆丁同学去年顺利拿到了英国牛津、剑桥和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商业分析专业的硕士生录取通知，因为看好美国的就业前景而选择了麻省理工。耶鲁毕业后在上海从事留学咨询工作的 Vincent 陈表示，有很多中产，他们自己想移民，但一方面申请签证并不容易，另一方面要舍弃在中国的房产、工作、社保和老人也很难，所以他们都希望先把自己的孩子送出去。现在国内的经济越来越差，找工作越来越难，他们把孩子送出去也是为孩子的未来着想。Vincent 陈透露，询问留学美国的人数依然是最多的，但是和往年相比有下降的趋势。申请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大学的人数大幅增加，而疫情前比较小众的日本、韩国甚至泰国也都多了不少人询问。他认为留学美国人数有下降趋势，有2个主要原因，其一是因为美中关系变差，而中国的媒体上对于美国的报道也多为负面，有人担心孩子去了美国不安全，也有担心中美关系不好，中国人在美国受到歧视，不好找工作的。第2个主要原因则是因为美国留学费用昂贵，美国高校收费逐年增加。调查数据显示，2023-2024学年度，学生在4年本科期间平均每年要支付41450美元的学费，换算成人民币约为30万，这还没有算上住宿、交通、食物等生活费用。现在中产也没钱了，如果只是想出国的话，英国1年制的硕士要便宜很多，日本、韩国学费便宜，生活费也便宜，德国等不少欧洲国家的高等教育都是免费的。很多人他出不起留学美国的费用，只能退而求其次。Vincent 解释道。调查数据显示，11.4%的中产阶级家庭表示，2023年他们的财富缩水了30%以上，28.9%的家庭表示财富缩水了10%至30%。这里是希望世界，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并按下小铃铛。我们下次再见。